前段时间我们去了 S15冠亚军决赛的现场，开幕式真的非常震撼。那作为观众，我们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开幕式的表演，观众的齐声呐喊，游戏对战的音效，还有激情澎湃的评论解说。特别是看到赵信与新英雄亚恒缔结契约，金光冲天升起的那一刻，整个场馆都被点燃了。那你应该会很好奇一点，就是台上不论是选手还是工作人员，你又看到都戴着自己专属的耳机，那他们听到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会和我们听到的是一样的吗？那这一次我们走进了 S15的后台，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场全球最大的电竞赛事之中，这些工作人员们都在听什么。业务会不会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如果现在给你这样一段音频，你能猜到这是谁听到的声音吗？那没错，就是台上的选手。在比赛环节，他们耳机里面只有游戏音效，还有队友之间相互交流的声音，和我们正常玩游戏差不多。那虽然在 BP 选英雄环节，他们还可以短暂的和教练沟通讨论战术，但是一旦戴上耳机，他们就进入了只有游戏的世界。那这时候你肯定会好奇一个问题，现场这么多观众，有几万个人在欢呼和加油，如果喊得够响，会不会影响到比赛的结果？比如说一个人在蹲伏，观众喊起来，他会不会听到？那这次我们测试了一下，我们发现他们戴着不仅仅是一个隔音的耳机，他们还会播放像这样的一种粉红噪音，就这种，来进一步遮盖外场漏进来的声音。那除了前面你听到的官方放出来的选手的声音，这次我们有些非常独家的声音给你听，因为在决赛前我们获得了一次测试比赛的机会，能够在选手席上来体验到他们的世界，所以我们也派出了我们公司最强的战力，在真正比赛开始之前，坐上了这次的 FMVP 姑妈优喜的座位，来打了一场比赛。Welcome to Summoner's Rift。我感觉他要死。哎呦，走，溜，你感觉错了。感觉错了。你感觉错了。哦。人生中第一次代表 T1 打比赛，然后坐在姑妈游戏的位置上面，感觉还是特别的奇妙。你们耳机里面听到什么？主要其实就是选手我们互相5个人队友沟通的声音，这个声音是我听到最大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声压比较强的一个白噪音，戴上那个耳机以后，我就感觉这个世界安静了，只要队友不说话，我又什么都听不见。是的，这是一种我们平时没有想到的降噪的方式，就是用噪音来降噪。选手虽然听不到其他人的声音，但他们的声音却无时无刻不在被监听。这几个像监考老师一样在选手背后走来走去的人，就是现场裁判。他们的耳机里面，其实本质上听的就是选手实时沟通的声音，来确保没有任何作弊的行为。同时，在幕后和裁判组搭档的还有这么一个叫做 QC Quality Control 质量控制的部门。那选手席的键盘、鼠标、耳机、网络这些设备都需要他们来确认运行是否正常。椅子高了低了，耳机声音大了小了，舞台灯光晃不晃眼，在赛前如果遇到这些情况，选手都可以通过耳麦来和 QC 沟通和反馈。而在比赛中，除非真的遇到了突发的情况，比赛需要暂停，那选手才会对着耳麦发出请求。那这时候一直默默监听的裁判和 QC 就会马上回复来做出应对。那可以说在现场他们是听的最少最孤单的一拨人。而与此同时，在赛场的另一头，有一拨人的耳机里面听到的东西要热闹得多得多。闪现开，红色小 K 反应很快，但一箭中了小 K， 这波小 K 救场了，反应非常快，狼弩举进来。这是谁耳机里面的声音呢？那答案就是游戏解说，他们既能够听到游戏内的音效、现场舞台的音乐和观众的声音，也能听到自己和2位搭档彼此之间的对话。有时候还会需要听从导播的指令，在准确的那1秒结束话题，或者是保住更长的控场的时间，这超级难。你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次请来的这个王牌解说管大笑，他平时是如何来做他的工作的。所以管老师，你先介绍一下你在解说席上到底在用什么设备？其实没人看过。这么多年以来，其实直转播的设备是有迭代的。最新的这一代呢，我愿意称之为傻瓜式互动耳麦，就是它会有
2到3个旋钮负责你不同听到的声音，比如 PGM 就是直转播的反送信号，比如你搭档的声音，比如你自己的声音，比如导播的声音，可能有3、4个旋钮，你可以自己控，对吧？对，你自己来控制它的大小。除了介绍平时使用的解说设备，管老师还解答了我一直以来很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解说途中想要打喷嚏怎么办？那原来他们手边这个通话面板可以直接控制声音要不要播出去，只要你关闭这个 On Air 按键就可以了。同时面板上每个序号旁边的按钮就代表着可以和谁说话，标签也可以自定义。那比如这一次6号就是 Mix 总混音，包括游戏内、现场观众和其他2位解说的声音。那7代表 Production 制作组，长按就可以和导播说话，别人不会听到。哦，所以说也就是说这样我就可以跟导播说，导播老师你好，我想要一份香辣鸡翅。场间会有现场导演拿给你。哦，这样的吗？哎，你有时候比如说你要需要什么东西，你会这样跟他讲吗？我不会，我会发微信。那好，那我们现在来试试解说吧。我们其实有刚刚比赛的回放，我们可以让那边回放。还有比赛？对，刚刚李思维上场比了。哦，你打了测试赛是吧？对啊，非得解说那一场。你跟那个全球总决赛决赛的选手是一个待遇。那进入到解说这个环节，其实第一步最简单的，先跟观众打招呼啊！大家好，我是管德元。大家好，我是 Tim。大家好，我是李思维。欢迎 Tim 跟李思维来到我们的解说席。但是李老师啊，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能不能问啊？你是怎么学会这个影分身之术，既出现在台上，又出现在解说席的？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很神秘的东西，叫做双胞胎。哦，那个是你的哥哥？没错，是我同卵的哥哥。哦，好，哎，我们的比赛已经开始了，马上进入到正方人峡谷了。我们可以看到啊，李思维应该是操刀着维鲁斯出现在了红色方的 ADC 位置。没错，这个站位是正确的吗？正确的。但现在我看李思维这个在下路一动不动的样子，看起来像是在回忆这款游戏到底该怎么玩。但是我们谈笑间，李思维已经完成了推线啊，现在下路还有点小优势。关老师，你这个话一说，等会儿马上就不对劲了。我已经感受到你的魔力了。哎，下路辅助已经死了，我已经感受到你的魔力了。你这波。解说的工作看起来好像真的只需要站着动动嘴皮子，但是体验下来，我发现这门道真的太多了，每一秒都分清现在我该说什么。耳机里的声音也几乎没有安静过，我只能说管老师真的非常厉害，这是我见过控场能力数1数2的人，超级强。那这些在技术上面又是怎么实现的呢？那在解说席，如果你坐在它的位置，你会看到对面有这样的大屏，上面播出的叫做 PGM Program 信号，也就是已经经过导播切换、调色还有包装的最终画面，其实和我们观众看到的差不多，来方便解说发挥。那这一次也是我第一次了解到，我们可能觉得解说它真正坐的位置是像比赛开始之前那个正襟危坐的样子，但实际上真正开始比赛的时候，他们解说比赛过于投入，经常是会蹲在大屏前面像这样来给大家解说的，就是你听到那些激昂的声音，本质上都是蹲在这里的2个人发出来的。那不管是选手的耳麦还是解说的通话面板，都是场电竞赛事庞大声音网络中直接和人相连的神经末梢。那在这些节点的另一头是一套精密的通信网络，让导播、音频、摄像、灯光、舞台，甚至是海外的转播中心都能实时连成一体。这套巨昂贵、巨强的系统，就是叫做 Intercom 的内部通话系统。On a show like Worlds, we probably have over 900 crew. 900 people literally to keep everything. Yeah, yeah. I mean, and that's including like local crew, our global crew, like even our remote broadcast centers, like all of our different languages, because we have 5 different feeds running on site between opening ceremony, world feed, English feed, Korean, Chinese. 这是 S15 总决赛的总负责人之一李演，他告诉我们，这次 S15 的赛事直转播幕后有超过900位工作人员，需要互相沟通。Then we'll have people on headsets who are communicating on the broadcast side. So our opening ceremony team will be communicating with stage management, and then the director, if it's for the OC, the director will kind of call and start the show, and we'll pick up and go from there. We really wanted to go all out for not only 15 years of League Esports, but being back in China. I know it's probably disappointing for fans to be in a smaller venue, but I hope that that'll blow their minds in what we've been able to do in the production, because you can control light and sound when you're indoors compared to outdoors. The audio is much better. Exactly. We're hoping that really blows their minds in terms of the spectacle, with what we're able to do and what we're using with the visuals and the stage design and how immersive we're trying to create the environment this year.
那为了能够实现全球实时转播和更好的决赛舞台呈现，除了现场这些工作人员，他们还有另外一些同事远在美国西雅图和欧洲都柏林的远程转播中心，而大家都接入了这个超大的通话矩阵之中。仅仅在现场就有超过400个通话点位。那大家主要借助的就是像这样的通话面板或者无线腰包，按下对应的按键，在毫秒级之内就可以完成通话的传输。那可能这个你不会有特别大的概念，这次我们也是新学到的知识，就他们身上这样小小的无线腰包，单一个就要人民币27000块钱，而全场有190个这样的腰包，你可以算一下这个画面总共要多少钱。那这个腰包同时支持6路通话，续航有19个小时，非常适合像舞台导演、无线摄像这样需要经常移动的岗位。那同时为了保证信号的稳定，全场布置了48根这样的天线，即便有人需要从主舞台走到后台，走到场馆外，腰包也会自动切换信号最强的天线，信号始终不会中断。而负责的老哥专门自己开发了一个监控的面板，通过每个色块的颜色就能检测每根天线覆盖的区域里面是否人聚集过多，发生超线的情况，来提前通知，规避断联的状态。而像一些固定的岗位就会配备像这样的有线通话面板，面板上的每一个按键对应一个人或者一个小组，按下去就能够瞬间通话。而其中通话面板最多最忙的人，可能就要数这些导播间里的人了。Push back on 13, rifle ready, and up the car watching 18. Resolve 18 coming to 21. How much people you are talking to, for whole show? I haven't counted on my comms panel. It's full. So it's 100% full. 这是这次 S15赛事直转播的总制片人 Sam。S15 直转播涉及到29种语言，还有30多个机位。作为全场的总指挥，导播间里往往会通过内部通话系统来发号施令。在开幕式的时候，什么时候切机位，什么时候走灯光、放音乐；在游戏比赛阶段，则又要切换游戏内不同的视角、数据包装、EVS 回放等等等等，都需要各个工种密切协作和沟通。所以在导播间里面，他们的面板通常会有最多的通道。常见的是28个，再加上翻页和拓展面板，最多能够同时和5到60个小组来进行对话。So normally you just pull up the faders and pulling up the faders, turning the dials, and also listening for certain voices over others. After doing a show for so many weeks, you know who to listen to. I can hear the voice and the accent of the EVS operator immediately. It's part of the benefit of having such an international crew. The voices are very easy to distinguish. So in the end, you don't look at the labels, you just hear the accent. Oh, we don't look at the labels. We just hear the voices. And at this point, we've been on the road for weeks and weeks.We don't need the labels anymore. Wow, that's really cool. 所以现在你基本上搞明白了这些工作人员他们耳朵里面到底在听到什么，希望对你能有一些帮助。总的来说，能够看到这一次 Faker 再次捧杯，我觉得还是挺感慨的。但是我也希望大家能了解，就在他们举杯的背后，还有这么多人在默默的付出。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也希望你能喜欢我们这个后台的揭秘。如果你有别的想看的话，也欢迎打在弹幕或者评论区，我们会去尝试把它给拍出来。也请我们给我们点赞、分享、转发，这么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